当然，我们所有的人没有办法，这是真正知道，这只能猜测。而且有一些人的归纳还有这个推理的能力可能更强一些。就比如说大家老提的这个公子神啊，我觉得他在这一方面上还是很厉害。我真的公子神啊，我觉得他的这个逻辑思维太厉害啊，所以我才想投入我的时间了解到他的思想。我以前在其他的直播中提到他的一些，他说在直播中说的一些，其实是误解，是赤裸裸的误解。我不是因为我想攻击他，我不是因为我想 fucking 让其他人讨厌他，不，是因为我重视他的立场，我重视这个人啊，所以我才想拿出我的时间聊他，了解他。就像郭文贵，大家都在问我关于郭文贵的事情，我告诉你们，我对郭文贵到现在知道的仍然极为少啊，非常少。我对郭文贵了解的非常少，因为 I don't fucking care at all about him， 我对他一点重视度都没有，所以我不会拿出我的时间去了解他，去了解到背后的事情。OK， 对。公子沈啊，我操！终于有人纠正我，fucking 已经连续2个月，我这发音应该一直不错，应该是一直不对的。God, that is so funny. Oh man， 中文太他妈难学啊！但是你知道吗？我每一次说人家的名字，我心里都知道，而且我相信你们如果回去看我以前的直播，我每一次说公子神的名字的时候，你都能看出来我是在犹豫。我踌躇了一会儿。这 Anfin 还行，你说公子神的误解在哪一方面？我这个也很有意思啊，咱们来聊一下这个。最近我看2个，我以前在其他的直播中说了第一个，但是因为可能有很多新来的人，我还是重复一下自己。如果你已经看过的话，我建议你现在可以趁机尿尿，请谅解啊。第一个是公子神啊。公子沈，我操 ，dude, I'm gonna get it, I swear. If I just call him like 小公 is there like a name? I'm just 公公啊，公公 ，isn't that a good one? 公公啊，我自从此现在以后，我就叫他公公。公公曾经在另外一个视频当中，他说，其实我先讲他最近在这个视频当中所说的，因为我觉得这个跟现在他的思想有更大的关系。他最近在这个说美国拜登和川普的时候，他承认过，在美国的政治、社会以及就是整个这个国家的氛围之下，反共已经是共识啊，已经形成了共识啊，这已经是共识啊。这是为什么？我觉得狗哥太他妈厉害，因为狗哥在好几个月之前已经意识到这样的事实啊，他已经意识到这样的事实。Do you know that? Gogo has said this for the longest time, and he's right. 一直以来啊，美国的媒体报道的一种其实特别能够吸引流量。我知道公公是太监 ，OK， 我说错了，道歉，我不会再叫他公公。It was just in my head。我跟你说，中文就是这样，有的时候有一些词汇 ，they're just fucking floating， 他们就是在你的脑海里飘来飘去。我忘了那个是什么意思，我不会再次用公公。公子沈，OK， 公子沈啊，才是最近。他才承认了，不管是民主党还是共和党，中国共产党他妈正在搞种族灭绝啊，种族灭绝 genocide。我们美国80后、70后肯定没想到，我们会在这个人生当中会再次需要或者说对付一个正在搞种族灭绝的政府。我们只是在学历史的时候，我们学到纳粹德国的时候。我们才会学到这样的词，连这个词我们都不会经常说。现在因为这个在新疆啊，还有西藏啊，还有香港，但是尤其是在新疆，这个词回来了。你简单的去 Google 一下就可以找到这个大数据的背后的这个，如果你真的很感兴趣的话。所以啊，尤其是民主党，因为不管你喜不喜欢民主党，不管你支持或者不支持他们一直以来是希望能够保持一种我们是最重视人权的这样的一个表面。那是否是表面，其实这个也是一个值得讨论的问题，因为在一定的程度上是挺表面的，但是还有一些其他的地方也比共和党更重视人权。但是背后我还是觉得共和党和民主党是有一腿的，他们只是在让我们互相 battle， 因为这样你才能炒作赚钱。但是话说回来啊，到这个不叫公公的公子沈啊，他
承认到这一点，我觉得还挺好。我只不过是希望他会早一点意识到这个事实啊，因为他说，但是他还用了另外一个我觉得比较极端的一个词，是他觉得不管怎么样，民主党和拜登绝对不会比川普和共和党强硬。而且我就不喜欢绝对这个词啊，你怎么知道？你怎么知道？因为如果你以过去民主党对华的政策和态度来了解到，并且预判对未来做出预判的话，这个有点刻舟求剑啊，是吧？这个有点，这个是一个 logical fallacy. I don't know how to say this in Chinese. It's a logical fallacy. 因为那个时候啊，民主党是不知道有种族灭绝，我们才获得关于种族灭绝的信息，最早可以说是2016年啊。有些人可能开始怀疑到2015年，但是2016年啊，奥巴马是2017年下台，那这个时间你要用1年作为你的数据的这个后盾吗？那这个是不符合逻辑的。再说，小 Bush 当了8年的总统啊，那个时候中国和美国的关系才是达到了高潮啊，达到了高潮啊。那为什么呢？问题我们问为什么？而且我说达到了高潮，可能不是在数字上，但是他们不是在2001年还是2003年才进入世贸嘛，世界贸易中心。So like 我的意思不是说共和党那个时候也是比较靠中国政府的，我的意思是说，在习近平上台之前啊，他妈西方全世界都是在讨好中国政府。他们都是对中国政府做的一些坏事视而不见。Seriously， 所以如果你们有的时候对西方政府比较生气的话，你可以生气，因为他们为什么这么做？因为他们愿意为了他们选民的生活质量而忽略或者说忽视其他国家，不仅仅是中国，其他国家的公民的这个人权啊。因为他们可以，有这个经济上的发达，有经济上这样的生活的话，对选民来讲啊，那就是最关键的因素，那才是最关键的因素，失业率啊、GDP 啊、本地的 DP 啊、发达呀、什么的，非常重要。所以全世界的政府都非常轻而 whatever， 非常乐意为了自己国家的人民的生活质量。而忽视，而对中国政府在搞的这些人权上的问题视而不见。但是现在不一样了，我们现在有一个傻逼叫习近平啊，也叫总加速师啊，你们都意识到这个事实，你觉得我们洋鬼子们都是瞎吗？这个才是为什么王毅的这个去欧洲的这个访谈才是最搞笑啊 ！It's so funny， Dude， 王毅。We got to send you to Europe, man. You got to save our relationship with Europe. Yo, guys, I got it. I'm on it. 怎么样，王毅 ？How'd you do? Oh, they all hate us more. They all hate us more. You can't write this stuff. 但是我的意思是，全世界都意识到共产党的邪恶，以至于民主党他绝对不能对中国共产党手软，他们不能 ，They can't. They fucking can't. They can't. 而且他们如果真的软弱的话，如果他们对他们太弱的话，我现在在许诺，我告诉你们，我给你们许诺，我他妈会搬家到华盛顿，到美国的首都，我会在那边落户口啊，然后我天天会示威啊，我每天都会去抗议。CIA I can help， 跟我联系啊，我希望你不介意，我会偶尔抽一点麻呀，因为你真的不应该介意。你要是介意的话，真的有点伪君子。I mean, come on, fuck off.